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3年，香港發生咗一單轟動全城嘅謀殺案。由於案件嘅性質惡劣，加上兇手高調尋親，所以就引起咗全城關注。呢單案之後亦都被改編成為電影《正義迴廊》。今日我哋就嚟回顧一下當年轟動一時嘅大角咀弒親案。本案嘅受害人係65歲嘅周榮基同埋64歲嘅蕭月兒。佢哋都係退休人士，經濟穩定，投資有道，手頭上仲有幾處物業。佢哋平時都會做兼職打發時間，有時又會去睇粵劇、行山，或者係返到大陸住返幾日，生活過得非常悠閒。佢哋有兩個仔，周海英同埋周海亮，一家4口居住喺西環嘅一個屋苑度。2013年3月2號，細仔周海亮同父母喺旺角朗豪坊飲茶。當時父母表示佢哋會返到大陸玩返2日，不過就冇交代自己嘅目的地，只係話自己會搭直通巴士返去。自此之後，兩兄弟就同父母失去咗聯絡，父母嘅電話一直都打唔通。兩兄弟嘗試聯絡父母嘅親戚同埋朋友，但係就冇人知道佢哋嘅下落。之後，兩兄弟抄咗父母嘅私人物品，發現父母嘅護照仲喺度，而回鄉證就唔見咗。一開始，兩兄弟懷疑父母嘅失蹤可能同金錢有關，但係喺將父母嘅存摺拎到銀行打簿之後，並冇發現任何異常。由於父母喺深圳有一處物業，所以兩兄弟就決定去嗰度揾父母，可惜都係無功而返。時間嚟到咗3月7號，父母依然音訊全無，所以兩兄弟決定報警求助。警方翻查咗出入境記錄，發現周氏夫婦並冇任何出境記錄，於是兩兄弟喺 Facebook 度開咗一個名為失蹤的爸爸媽媽嘅專頁，呼籲全港市民幫手尋親。尋親貼文上寫住，爸爸當時着住深藍色背心、長袖恤衫同埋直筒牛仔褲，而媽媽就身穿淺色冷衫同埋直筒牛仔褲，兩個人都孭住斜孭袋。幾日之後，細仔周海亮接受咗《蘋果日報》嘅採訪，佢喺採訪中提到，父母同其他人無仇無怨，亦都冇爭人錢。媽媽平時好有交代，每次出遊都會提前話俾兩兄弟知自己嘅行程，但係呢一次就乜嘢都冇講。父母嘅電話仲熄咗機。佢哋兩兄弟親自去到大陸揾父母，亦都詢問咗父母嘅親戚朋友，但係就一直都冇父母嘅消息。周海亮仲感慨咁話，要做嘅都做晒。呢段採訪出街之後，即刻就引起咗全城關注，仲成為咗高登討論區嘅熱門話題。當時好多網民喺睇咗周海亮嘅採訪片段之後，都認為佢嘅眼神飄忽，對於父母嘅失蹤描述得過於輕描淡寫，仲時不時露出詭異嘅笑容，表現十分可疑。除此之外，亦都有自稱認識周海亮嘅網友留言話，周海亮為人非常偏激，經常都會講一啲憤世嫉俗嘅言論。仲有人將周海亮喺個人 Facebook 度對屋企人不滿嘅 post 放咗喺討論區，證明佢同屋企人嘅關係並唔融洽。所以好多網民都開始懷疑，當時無業嘅周海亮可能同父母嘅失蹤有關。與此同時，警方亦都冇停止佢哋嘅調查工作。佢哋翻查咗周氏夫婦西環屋苑嘅閉路電視，發現兩夫妻喺3月1號早晨11點離開屋苑之後就冇再翻過嚟啦。而朗豪坊茶樓嘅閉路電視亦都證實咗，周海亮同父母喺3月2號並冇喺茶樓出現過。呢一點同周海亮嘅口供有出入。於是警方喺3月14號邀請周海亮嚟到警局協助調查。不過周海亮就一直帶警方遊花園，講嘅都係一啲無關痛癢嘅事。過程中，周海亮要求使用手機，由於佢當時並唔係疑犯，所以警方同意咗。之後，周海亮就喺一個鐵拳遊戲嘅 WhatsApp 群組度同大家自首，承認自己殺咗父母。佢表示自己同拍檔殺咗父母，預咗會坐一世監，所以佢而家帶住警方遊花園，爭取時間同大家道別，之後佢就會向警方自首。佢話自己係心理變態，對其他人缺乏同理心，喺情感表達上異於常人，
冇辦法感受別人嘅痛苦，而呢一切都同佢嘅童年經歷有關，所以佢唔想父母繼續留喺世上。有人喺群組度問佢哥哥知唔知道呢件事，佢回覆話希望哥哥係最後一個知道嘅人，因為佢會同時失去3個親人，以後就要獨自生活啦。雖然大家唔肯定周凱亮所講嘅嘢係咪真㗎，不過都係有人決定報警。第二日，周凱亮就被警方逮捕啦。被捕之後，周凱亮承認咗自己就係兇手，並供出咗另一位同謀謝津琪。謝津琪喺單親家庭長大，性格單純。佢喺經歷咗一次腰傷之後，成個人都變得好冇自信。之後，佢喺紐西蘭認識咗一名女子，並開始拍拖。但係女朋友就俾佢戴咗綠帽，仲呃晒佢啲錢。返到香港之後，傷心欲絕嘅謝津琪喺屋企以燒炭、食老鼠藥同埋吞水銀嘅方式3秒自殺。雖然佢及時獲救，不過就因為腦部永久受損，導致佢嘅記憶力變差，轉數亦都比較慢。周凱亮同謝津琪喺2007年因為工作而認識，交情好好。周凱亮比較獨來獨往，經常都活喺自己嘅世界，又因為生得矮而感到自卑。佢喺澳洲留學期間，經常俾人歧視同埋欺凌，導致佢嘅性格變得更加孤僻。返到香港之後，佢做過好多份工，但係都做唔長。佢喺案發之前曾經喺報館度做地產版記者，不過就因為被上司鬧而選擇辭職。佢將自己嘅失敗都歸咎於父母，認為父母自細逼佢學琴，導致佢生得矮，冇辦法結識異性朋友。長大之後，父母又送佢去到外國留學，令佢飽受欺凌。直到而家，佢炒窿咗股票，父母又唔願意借錢俾佢還債，佢覺得人生好灰暗，好想要自我了結，一了百了。周凱亮稱，當佢同謝津琪提到想要自殺嘅時候，謝津琪同佢講，與其自殺，不如殺咗壓迫佢嘅人。周凱亮聽咗之後，靈光一閃，既然父母係佢痛苦嘅根源，不如就解決佢哋啦。跟住，佢哋就用咗6個月嘅時間嚟到策劃呢場謀殺。佢哋利用 MSN 討論作案計劃，亦都購買咗10幾20個電話 SIM 卡，方便佢哋聯絡。周凱亮表示，佢哋本來打算喺深圳行兇，不過謝津琪就提到大角咀嘅位置偏僻，人煙稠密，就算父母失咗蹤，亦都好難被發現，所以先至會選擇喺謝津琪位於大角咀海興大廈嘅單位入邊落手。佢哋打算喺殺人之後，就將遺體肢解，再製成叉燒，當係食剩嘅飯盒拎出去抌。喺跟住落嚟嘅時間入邊，佢哋就不斷購買作案工具，為謀殺做準備。3月1號，周凱亮父母嚟到海興大廈，話自己喺呢度買咗一個單位，當做係投資，並要求父母幫手進行清潔工作。一進入單位，埋伏喺入邊嘅謝津琪就用刀割開咗佢媽媽嘅喉嚨，而周凱亮就負責襲擊爸爸。爸爸喺過程中激烈反抗，之後謝津琪就過嚟幫手解決咗佢。周凱亮喺混亂中被刀整傷咗大髀同埋手指，所以佢喺確認父母斷氣之後就去咗睇醫生。醫院嘅閉路電視亦都有影到周凱亮出現喺醫院嘅畫面。幾日之後，周凱亮返到咗單位，當時謝津琪已經完成咗肢解，並將殘肢都放咗入雪櫃保存，但係雪櫃嘅溫度都係抵擋唔住殘肢腐爛嘅速度，於是佢哋就合力用保鮮紙將殘肢包好，放入黑色嘅垃圾袋，再抌入大海。呢個時候，哥哥周海英已經察覺到父母出咗事，所以兩兄弟就開始尋親，亦即係話周凱亮一邊扮尋親，一邊喺度處理父母嘅遺體。周凱亮表示，佢本來打算喺殺咗父母之後再將哥哥殺死，不過佢喺尋親嘅過程中感受到哥哥其實好關心佢，所以就打消咗呢個諗法。3月15號，警方嚟到海興大廈嘅事發單位進行調查，出乎意料嘅係現場並冇散發任何異味，取而代之嘅係消毒藥水同埋空氣清新劑嘅味道。客廳放住一個手推車、手套、水泥同埋沙。
其中2間房嘅門罅被毛巾塞住。警方喺其中一間房發現咗3個大膠箱，入邊裝住用鹽醃製住嘅殘肢，而另一間房就有2個雪櫃，雪櫃上邊仲有2個微波爐，相信係用嚟加熱殘肢噶。而雪櫃入邊就裝住2個死者嘅頭顱同埋部分內臟。除此之外，警方亦都喺單位入邊揾到600幾個飯盒，同埋刀、鐵鋸、砧板等肢解工具。另外，警方亦都喺謝津琪間房度揾到咗周海亮嘅殺人筆記，入邊除咗列出購物清單之外，仲提及到要點樣放血，令人感到非常心寒。跟住謝津琪就喺現場被逮捕啦。喺審訊室，謝津琪就俾出咗同周海亮截然不同嘅口供。謝津琪表示，周海亮喺佢嘅單位度租咗一間房，時不時都會帶女人上去尋歡作樂，並要求佢回避一段時間。3月1號，亦即係案發當日，謝津琪喺夜晚返到屋企之後，並冇發現異樣。幾日之後，佢開始聞到單位入邊有消毒藥水味，而周海亮間房更加傳嚟咗一陣酸臭味。於是佢就問周海亮到底發生咗乜嘢事。跟住周海亮就陰陰嘴笑咁向佢展示咗嗰幾箱被鹽醃製嘅殘肢，並要求謝津琪幫手處理遺體。當時周海亮仲同佢講咗一句說話：阿健見過你阿媽噶。謝津琪稱呢個阿健梳綠軍裝，有大陸口音，身形健碩，兇神惡煞，所以謝津琪不嬲都好驚佢。不過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警方當時並冇追查呢個阿健，所以阿健嘅身份到而家仍然係一個謎。雖然謝津琪當時好驚，但係為咗保護媽媽，佢唯有應承幫手，按照周海亮嘅指示去買嘢，並協助佢將殘肢用保鮮紙包好，再抌入大海。總之，周海亮叫佢做乜嘢，佢就做乜嘢，但係佢就冇殺人。根據閉路電視嘅片段，謝津琪喺案發之前喺一間超市度買牛肉刀，而周海亮就企喺後邊觀望。海興大廈附近停車場嘅閉路電視亦都喺案發當日影到周海亮同埋父母經過嘅身影。可惜海興大廈並冇安裝閉路電視，所以冇辦法確定謝津琪案發當日有冇出現喺現場。由始至終，謝津琪都只係承認自己有份棄屍，並否認自己有參與謀殺。不過喺被警方羈押咗41個鐘頭之後，謝津琪忽然改口，承認自己有份殺人，所以警方即刻就以謀殺嘅罪名起訴佢。案件本來喺2014年8月開審，不過其中2位陪審員因為冇辦法承受兇案現場照片所帶嚟嘅心理負擔而申請退席。為咗公平起見，法官解散咗陪審團，並擇日重審。2015年2月23號，案件重審，周海亮同謝津琪都喺庭上否認咗謀殺嘅控罪。周海亮嘅辯護律師傳召咗2位精神科醫生出庭作供，指出周海亮係喺精神失常嘅情況之下行兇，因為佢患有強迫症同埋躁鬱症等精神疾病，而且仲會經常出現幻聽同埋幻覺。而佢嘅成長經歷，包括中途輟學同埋俾人排擠等，都係佢嘅發病因素。不過呢份供詞就被控方嘅精神科專家反駁。專家指出，佢喺幫周海亮進行精神評估嘅時候，認為佢有自戀型人格障礙，佢好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善於推卸責任，但係就冇精神病。而智力評估亦都顯示，周海亮嘅智商高達126，係一個聰明嘅人。所以控方認為周海亮係因為冇辦法接受自己嘅失敗，所以先至會殺咗父母泄憤。至於謝津琪，佢喺作供嘅時候情緒激動，數度飲泣。佢喺庭上推翻咗之前認罪嘅口供。辯方指出，佢當時已經連續被帶到唔同嘅警局，錄咗好多個鐘頭嘅口供，睡眠不足，頭痛欲裂。之後警方向佢展示咗周海亮指出佢有份殺人嘅片段。佢當時覺得警方相信周海亮多過相信佢，所以先至會發脾氣認罪。根據資料，謝津琪喺認罪交代案情嘅時候，講嘢雜亂無章，只係斷斷續續咁話自己同周海亮一人一件殺人，並指自己用刀殺咗一個男人，
曾經肢解同埋煲煮過死者。而謝津琪喺被捕之後，亦都接受咗精神評估，結果顯示謝津琪冇精神病，不過佢嘅智商只有84，低於平均值。報告亦都質疑謝津琪係咪有能力策劃呢場精密嘅謀殺。辯方嘅臨床心理學家表示，謝津琪已經出現咗創傷後遺症嘅症狀，包括經常發噩夢、夢見殘肢嘅畫面。根據過往嘅經歷，謝津琪係一個就算俾人蝦，亦都唔敢反抗嘅人，講明佢並唔係一個訴諸暴力嘅人。另外，謝津琪喺錄口供嘅時候講法都大致相同，所以心理學家相信謝津琪除咗改口承認殺人之外，佢喺之前嘅口供並冇講大話。最終陪審團以8-1嘅票數裁定周凱亮兩項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而佢之前承認嘅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就獲刑9年4個月，同期執行。至於謝津琪，陪審團一致裁定佢兩項謀殺罪名不成立，不過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名成立，獲刑1年。由於謝津琪已經被還押咗2年，所以當庭釋放。